那么下一位会是谁呢？好，哎呦，到我了 ，yes，哇哦，那我就要开始说，我发现。很多新手可能没有保护期。大家都玩过游戏吧，都知道刚进去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纯新手，他是有那个无敌时间的，就在这个新手期，他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。对。但是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其实一般都不按照常理出牌的。那我呢，就完全没有这个新手保护期。为什么？就是首先呢，那会儿刚参加工作，当时有工作人员说，哎，这个黄子有一个工作啊，可能钱不多，2000块钱。多少钱？2000块钱嘛。2000块钱哦，那很多了。我说那干没关系，我说有活就行，没问题，可以。然后就接了嘛，接了以后，哎，然后那一天呢，道路特别曲折，就在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。到了以后，坏消息，只有20分钟时间要做妆发了。然后当时我就跑过去跟那个老师看了我一眼，15分钟搞定。我当时我。哇！我寻思，我说天生丽质，这底这么好吗？难道我说哇？我说倒是这个黑眼圈，老师可以帮我遮一下，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然后呢，他准备化妆，哎，先兜里掏出来粉底液。我一看那颜色，我以为是巧克力，结果一看，我说老师，我说这个颜色是不是太深了一点？然后老师说，哎，你不懂，男孩子要 man， 要气质，皮肤得深，健康美啊。对吧？说是得来这个，你相信我，没问题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然后他顺着我这黑眼圈开始画，某种意义上，他确实把我的黑眼圈给遮住了。哎，他把我的黑眼圈变成了黑脸圈。哇，宋小宝扩散了。所以说当时就顶着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开始了这样一天的工作。那一天你就溜黑摊吧，一脖子都黑摊。那个时候很容易这种情况，就是你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特别相信化妆师，他画什么你就认。对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09年，有一个工作我要去那个化妆间嘛，就说老师你好，我来化妆，我要演白素贞，所以你就给我画白娘子就好了。他就开始画，咔，他把我往蛇上面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画成白娘子的原型，非常白，然后开始画嘴了。艺伎的那种嘴，就这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按照葫芦娃里面的蛇精画啊。哦，有可能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上台了，我一上去，当，咔，把观众都吓一跳哈。导播间突然就咔，谁给他化的妆像个纸扎人儿？真的，纯纸扎人儿。下面的几个评委老师有那个黄安哥，还有吉米，那个化妆师吉米疯了。吉米老师作为化妆师，整个人都醒了。我都这辈子都追不上了这个妆，那就很震撼。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相信化妆师容易化，还好这一段好像找不到任何影像资料，因为我下去改妆了。那你继续你的，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妆，然后就继续演出。演完了以后，就下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哇，又是掌声什么，很开心哦。他们平时还说，哎，谢谢黄子老师。我说，哎，别，我说谢我干嘛？我说你们更辛苦。然后谢了一路，一直谢。进去以后回屋了以后，我发现不光他们一路给情绪价值，满屋摆满的就是麦当劳吃的，角落里我看还有几个香芋派。我走过去，我就刚好问我说，哎，这个我能不能吃一个？因为肚子有点饿嘛。随便吃，都是你的，可以吃。对你这么好啊，哇，很开心啊！我不光我要给他吃了，我还要把这些垃圾全收了，然后拎着垃圾，然后结束，然后出去了以后，工作人员送完我，然后顺便说，哎，黄子，那个刚才那个麦当劳就是900块钱，然后完了以后你不用操心，账呢就直接从你那个2000里的劳务里就走掉了。你请的，搞了半天。谢谢黄老师请吃东西，谢谢，怪不得是这个事儿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大家谢我谢成那样，而且工作人员都告诉我了，他说全是你的。全是你的，随便吃。按照现在逻辑就是，如果你一个月大概差不多赚5000块钱的话，你就一拿到工资以后请别人吃掉2500，对，是吧？后面呢啊，我这个就来到了1年的最重要的时间，到年底嘛，我觉得多少挣钱，看一下自己的所有的劳务啊、收入啊、收入什么，这个很有成就感的。我觉得第一次是工作，然后一看发现哇，还是蛮多钱的，真的蛮多钱。但是我说，哎，大家的公司前面都会有那个破折号吗？破折号？什么破折号？后面他告诉我说，这个符号叫负号啊，欠钱了啊，对，倒欠了一笔钱。然后我就去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支出啊什么的。首先呢，900块钱的麦当劳肯定是在上面的嘛，是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什么水电费、物业费啊，这怎么也跟你要啊？公司平摊嘛，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啊。当然啊，我们只是赔钱货的。
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，没有流水，只告诉你欠我的。到后面我一看，下面还有1人车马费、团队车马费，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司机车马费，瞬间脑子爆炸。你这个合约是怎么签的呀？哇塞，我太厉害了。但我觉得呢，一切我觉得经费没挣到，但是我经验还是挣到了。那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呢，我觉得都是一部分嘛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前几天算了一下，我今年2024年呢，我一共工作了341天。哇呀，哇，好羡慕啊！真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至少有的时候有些工作你还得算上飞行日吧？对啊，你341天，你可能就休息了10天哦，10几天。对对对，为什么要还债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呀？还在还那个账单哈，欠的车马费。我觉得这个报复性工作就确实是因为饿过，所以说在有机会工作的时候，我会使劲去工作。我觉得就是还年轻，我就说使劲干嘛，对吧？就无所谓。但是你享受是吧？你享受每一个工作的当时。其实是我运气比较好的一个点，是我接触的很多工作都是我很喜欢的工作。那是因为你认为你喜欢嘛，对吧？就这件事儿，对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挺幸运的。我就是，对。然后，所以说我会觉得，其实很多初入职场的新人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发现新人根本没有保护期，那就一定要尽快的打怪升级，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达成无敌状态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皇子，你是我偶像，我太喜欢你了。你是享受于工作的是吗？就是你工作这么多天，你没有一天觉得我在干嘛？有过累过，或者说就是可能说要不休息一下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能很快的就是就是又复活。天哪！我之前看一个人说了一个话，我觉得特别对。他说一个人重要的一生在于不是你干了多少事儿，是你主动干了多少事儿。对，就是因为你主动去做的事情才有意义。因为有很多工作是别人赋予你的，对，你不得不做，弄得你就感觉你不工作不是来自于热爱，是因为也有恐惧，你怕你没活儿。对，然后但是你居然热爱你每个工作，哇！我同时也担心说万一没有工作怎么办，所以说是两者同时的心理。哇，好棒！但是你也是这种人呀，没有，我有回录节目录到崩溃，因为我真的很不爱录户外综艺，就是那种互相要去竞争的那种节目。然后录到我当时就是说那个节目组都挺好的，所有人都很好。我跑着，我就突然问我以为别人在叫我。我仿佛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你在干嘛，然后我就停下来问我自己我在干嘛，就是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工作，我也根本不想来跑，我的那个生活的这种广度已经够了，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个工作了，就是因为我恐惧我没有活，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过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塞，我这么努力累得跟疯子一样，然后这么多年这么努力，我不能因为恐惧再接着工作。后来就是我觉得你特别棒，我们做的每一个工作来自于热爱。来自于对他尊重啊，他再去做。后面几个观众怎么的？打瞌睡了？不能吧？是不是为了火星情报局开会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什么？听我们这么精彩的体验也能犯瞌睡？我必须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深度好睡眠的解决方案了，请听。月光洒在了窗前，宁静悄悄在蔓延，疲惫的心渴望着晚安，身体被柔软包裹，仿佛就置身云外，期待梦见你的笑脸。每天熟睡醒来，装满了多可以抗拒放慢持久接近，麒麟们给你深度好睡眠。慢慢闭上眼睛，好运就会来，安心入眠就是现在，一直陪伴安心每一晚。慢慢闭上眼睛，好运就会来，安心入眠就是现在，一直陪伴。你耳边说一句晚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紧张一晚上了，提案都没这个紧张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锤锤来喽。我发现，
在天上总是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天上，嫦娥。我这里指的天上，在乘坐飞机的时候。OK。本人有幸第一次坐飞机出国游玩，是托李总的福。哎呦，那一辆航班上面全部都是外国的工作人员，国际航班。对，第一次出国，我属于那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对方一旦有一点口音，我就听不懂。然后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那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印度的空姐，印度空姐摇着头就来了。哎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Can I help you？ 然后他把菜单递给我了，我就把那菜单接过来，我说哦 ，Thank you， 哇哦。翻开那个菜单，第一页全英文，两眼一黑；第二页还是全英文，两眼一黑又一黑。因为我特别怕就是在外边被外国人看不起，说你英文不好或者怎么样的，我就看了半天。我I'm not hungry, thank you。你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最吃惊的是我，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听过他说我不饿这3个字。因为那飞机上一共有2餐，你第一餐你说你不饿，你昏过去了；你第二餐你要还不饿，那你太厉害了。然后最后一餐的时候，我实在不行了，整个人嘴唇发白，躺在那里装死，不行，我得吃。然后那个飞机上提供流食，然后直接给个管儿在那做。最后勇气，我闭上所觉，看到这个 beef， 哇哦，牛肉可吃 ，beef， noodle 好，牛肉面来一个。好吓人。上来松了口气，确实是一碗牛肉面，但是那种牛肉意大利面，他给了我一些那个刀叉，我实在是用不惯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就举手，我 hello， 摇着头又来了 ，Can I help you？ 然后我说要个筷子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筷子怎么说，我说I want this， 好，然后一口就 no smoking no smoking。No smoking, no smoking。飞机上不让抽烟。我说 no smoking no I know I want this I want this。来一条。Wait a minute。然后之后再去拿，我以为他听懂了，我以为他会给我一双筷子。啊，拿了个什么？然后给我拿了一把剪刀。哎，这个很像啊，剪刀差不多啊。剪刀是管制刀具，用完一定要还给他的，他就看着我。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拿那个剪刀对着那个面条剪了2下。你要是那个面条长一点，拿叉子转还能送到嘴里。对啊，全剪短了，真的变流食了。我只能拿那个叉子当勺子用。我怕别人就是说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唱了一首韩文歌《乌里萨》。跟你一个的路子我也遇到过，那个坐的航空好像是澳大利亚航空还不是什么的，然后是一个阿姨，年纪大的一个这样的空姐来服务哦。然后她那个因为是长途的飞行，大概10几个小时，但是他们那个航空公司是不发拖鞋的，是发袜子的。袜子当时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袜子怎么说了，但袜子我因为当时英文不是很好，对 ，socks 对吧？是 socks， 可是我当时就混到了一个 socks 一个 sex 都混在里面了。socks， 就我看，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空姐嘛说 sex， 我说啊，我就比划，我说啊那个sex， 那个空姐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空姐吹着萨克斯出来了。回家，梆梆梆 ，You know me， 梆梆。就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我特别好的朋友，近2年来让我笑得最大声的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嘻哈，她是一位优秀的空中乘务人员，每天给我讲那些很奇葩的，她碰到过就是很匪夷所思的乘客。就是前2年嘛，他上飞机检查，就是起飞前的安全检查，看了一圈，哎，看到一位男士没有戴口罩，说：“这位先生，麻烦请戴上您的口罩。”然后那先生把那个包从那个行李架上拿下来，没戴口罩，摸了一个头盔出来。有病！他中间吃饭呢，就是这样。他这儿打开都只能开到这儿。空姐问他要什么，还要挑着，当当当。呀。
所以说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少给我们的乘务人员增添麻烦，再就是大家就多多自觉，然后那个一起守护我们的美好的航空环境。谢谢。下面有请到我们的张鹤伦先生带来提案。我发现，只要拍板足够快，没有矛盾，只有爱。要说到那个我跟我媳妇儿的婚姻爱情故事了，我们两个呢结婚了快15年了。结婚来说可以用一个快字来形容，有人可以算闪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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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俺叫魏淑芬，7年未婚。相声演员出呀这样的，啊，你不了解我，我经常出现这种。垃圾一贯都这样。啊，正常啊。我们俩结婚应该是到今年来说可不到15年，但是我们当时刚认识的时候呢 ，QQ 聊了得有半年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在哪儿结婚啊 ？QQ 空间吗？线上办了一婚礼，葬爱家族游轮。今天晚上才刚给对方充了 Q 币，对，Q 币穿衣服，买新郎官衣服啊，还挺浪漫的。因为兑现承诺了，我们两个就走进了婚礼殿堂。然后我们俩生活当中比较快，用一个快字来形容我，也形容他。怎么快？为什么说快呢？有次做饭呢，那天啊是烙那个馅儿饼，这是韭菜鸡蛋的。刚开始我特别爱吃这个，但是通过这一次之后吧，就是告别了馅儿饼了。怎么告别了？对我媳妇儿呢，就那意思，吃馅儿饼呢，你少吃点油，对你健康。哎，但是我认为啊，馅儿饼这个东西你少放油，它两边都干巴了，不香，就不好吃了。我说你多放点油，那馅儿饼你看市场卖的，最起码它都软和的，这得有油吧？对，透着那油，对。然后他就因为这个，你是在说我吗？是我烙的不好吗？你吃几回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紧接着，眼泪，唰就哭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好一个馅饼，那不吃不就得了吗？不吃咱没有矛盾了。我就把馅饼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。那时候正在和面的阶段。对，凡事很果断。今天晚上咱们吃面条，变成吃面条了，没有纷争。面条还是用里面扔进来的面再拿走再扯。这真是那样的。后来吃的面条，包括我俩洗澡吧。用那个浴花，我媳妇儿就比较挑剔。每次呢，我洗完之后啊，我就喜欢搁到这儿。我媳妇儿的意思，你得挂起来。我说这个浴花不挂又能怎样呢？对不对？不挂咱们不也正常能洗澡吗？他说那为什么浴花上面有个绳啊？人就让你挂起来的。对，我说我就不挂。哎呦，你挺硬啊。然后我媳妇儿就把浴花往地一扔，你爱洗不洗？她就走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家到现在啊，就是洗澡来说都用手。家里现在馅儿饼也不吃了，浴花也没了，再过几年就是毛坯。我俩产生这些矛盾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什么东西咱不要产生矛盾，因为什么矛盾就扔什么。对，你们遇见教育问题怎么办？哎，孩子不要了，这孩子随谁呢？随你不行，随我不行，算了，随隔壁二大爷吧。哇塞，那也没那么心宽啊。孩子还得要，毕竟我那是亲的。哦，谁的不是亲的？后来反正我们俩这个爱情故事吧，就是全是因为一个字儿，就是快。那你现在跟他积累的矛盾已经不是一点点了吧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矛盾啊，有什么东西啊就不要了，不谈了，不说了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段说爱情故事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那肯定不适合呀。不适合所有人，不适合任何人。就是因为你们家一有矛盾你就扔东西啊，然后而且从来不解决它，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解决方式嘛。哎，这是两口子嘛，过日子是小矛盾来说，毕竟那个男子汉嘛，还得承认错误的。因为你道歉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你爱他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解决问题啊，我们俩的这段爱情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吧，就是对于我当时的状态来说，用薛老师的几句歌词，啥？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带来了我的快乐，这个世界有了颜色。你像天外来物一样，让我求之不得。我在忽近又忽远处，用明天等你。厉害哇！我以为你们家是薛老师那个歌词，要我
怎样？你要我怎样啊？你要我怎样？你要怎样？我怎样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时候，我已经出现。像我们的距离到这儿，太过分了吧？最终结果还是这样，就是这服软，为了和谐是吧？对对对，为了过日子嘛，是过日子两口子难免有磕磕绊绊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只要你啊有一点责任心，有一点担当，敢于道歉，敢于承认，这都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对的决定。就有些事儿啊，确实是不能犹豫，必须得果断。但有些事儿呢，确实咱们还是要纠结纠结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，买东西的时候有特别纠结的时候。其实我就是男生嘛，脸上容易出油，挑洗面奶的时候选去油厉害的，但是又怕脸皮给洗薄了；挑温和的呢，又怕洗不干净还长痘。直到我发现了芙丽芳丝新出的净澈控油洗面霜，氨基酸表活成分达到了88%，特别温和，还添加了微米火山泥，去油特别厉害，还防痘。我一看牌子大，成分好，不纠结了，直接买。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发现有人动过我的床，一撮毛。我发现我枕头的位置变了，我发现了这个玩具，起来。七区独立支撑，随你折腾。正反不同睡感，软硬双睡。立体透气结构，彻夜干爽。深度好睡眠，床垫喜临门。那行，那今天各位掌声疯狂来了！我们最后一个提案，孟鹤堂，哇，压轴提案，我发现地球人有一些人燃点很低。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，你说着说着话，他就燃起来了，就嗨了，突然就嗨了，把你就带起来了。请讲，就是现场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谁呀？就是他烧饼咋了？他燃点极其低，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到这点了，我不想跟他辩论了。我们在录自己的团综的时候，我们录了1、2、3季。第3季一开始的时候，节目组就出现了一个事情，突然间拿出一份合同，让烧饼签。这份合同是什么呢？禁止烧饼破坏道具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很认真，就会上头，一上头燃点就起来了，就燃烧起来了，就是这种状态了，变身了。印象最深的。大磨盘啊，那种磨盘你知道吗？驴拉的那种磨盘啊，驴拉的磨盘。饼哥过来，哇，磨盘给周翻了。旁边这驴看着说：“真是真驴啊！”我。但是我以为烧饼已经天下无敌了，还有比他更烧的哇！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人，我天哪，烧饼在他面前就是弟弟。天哪，谁啊？谁来了？这个人，我想大家可能有合作的人，他就是向左啊！快讲，我好想听。那天录节目分2个队，我跟饼哥我们是一个队，贺伦跟那个向佐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对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把我堵在船上了，其实我是他们队的卧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没有必要跟他们僵持了，就我们仨人，我就跳出来，我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卧底。”我还模仿向佐，我说：“哦，咱们是队友哦。”他上来啪一下就给你。然后向佐说：“我看你像坏人。”一个双风贯耳，是用力的那种吧？用力的那种。在练武之人的手下呢，他轻轻碰到了你一下，就是要你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咔，我这是我录的是哪个节目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还给我来了一套组合，你懂吗？我说左哥，我是你们的队友，左哥，
我是卧底，我啊！上劲儿了，上劲儿了。我懵了，当时，然后我都快跪下了。我说我错了，我真的是卧底。完了，后来他俩商量半天，他说可信不可信呢？先信他吧，反正可信不可信，先打你一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我说要留那边，向总说你跑不了，很恐怖。好想看向东老师跟吴京老师一块录节目呀。我那天有一个乌龙事件，因为我有一个胶囊藏在我身上，完了我就是众矢之的了。我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都盯着你啊！所有人都来抢，第一个抢的还有他啊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他们队的了，他开始上手抢了。你知道炳哥这个力量，是我抗拒不了的。但是我是谁能治炳哥？我突然就想到，我向佐，我说向佐，你快来救我！向佐好，过来啊！当时我就是被向佐治，真的是一物降一物，到最后大家就都在抢我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个中间有一个池子，是有水的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趟着水，我就站在水中间了。我说你们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找我，还逼疯了。向佐那边开始脱鞋。我说咱俩不是一伙的吗？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！过来，直接把我从水里扛到了岸上。哎呦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他就过来了，他们两人开始 battle 起来了。但是我在中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中间，他们俩开始啊！我在中间啊！前后两座大山夹着我，当时我都快死了，窒息了。我最愤怒的是什么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有结果了，节目组为什么不喊停？我当时都快气死了。然后我就把他们俩，我就从那个他们俩腿底下钻出来爬，我又爬到水里，我说节目组，我真的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明白。越燃起来了，燃起来了。我可以有一个感言吗？你别感言了，赶紧躲起来吧。向佐这段他要听到了，来的路上了已经。就是因为跟向佐老师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，知道他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。我往回拉呀，瞧吧，往回拉了，让我拉一下，就你拉他回来，希望能够播出去啊。跟向太说，来。那我就不讲那个他拿鞭腿踢我的事了哈。你讲，来听，咋的？说了啥事儿啊？就是有都录完了，他这都撕巴完了，然后呢，正好在上海的黄浦滩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船上嘛，就后边夜景非常好。然后岳云鹏说：“哎，炳，咱哥俩照张相吧。”很正常的一句话。然后我们哥俩就搂在一块儿。我学向佐，我来岳哥，岳哥搂在一块儿，对面就开始照相了。向佐变螃蟹了啊！然后那天我就戴了一个林德伯格的眼镜。还蛮贵的啊，然后我俩说，哎，老师，受累，帮我们俩拍一张照片，然后，真的吗？当时所有人全懵了。等一下，眼镜呢掉黄浦江了，然后就眼镜就这样了，然后就现场所有人都看我，完了，炳哥要爆发了。结果我压下来了。不是，他爆发不了，根本干不过向佐。小比现在很后悔那天压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已经快结束了，而且马上要宣布我当副总，我不能惹事儿。你看，小比。你刚才这故事惹的事儿就不小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圆不回来了。你坐下，你太燃了，你信我。他只是有些东西很突然，我有一次跟他录节目也是的。明白。我们在踢足球的时候，他好像是我队友，也不是，我就忘记他是什么位置的。我踢足球，我跑得挺好的，我在踢球。突然间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把我抱起来了，没有道理的，把我抱起来以后就往门里面摔，然后哇就丢进来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橄榄球，是不是我玩错了？对，就有那个感觉。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耀庆哥和向佐一起录节目，因为我们以前跟耀庆哥录节目，他也是属于那种疯的。
因为耀庆哥他最擅长的一个招就是巴西柔术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巴西柔术最厉害的就是用脚盘住你的脖子，锁你的喉。但是普通人勒一会儿大概10几秒你就受不了了，但是巴西柔术你只需要快速的拍对方的身体或者拍地面，就知道你可能有点憋，就会这样松开。耀庆哥一般锁住我的时候，我拍地，他会再送我5秒。耀庆哥，那5秒，我看见了我的一生，真的。而且我记得那次巴西柔术是真的找巴西人教我们，然后那个人说我们可以在他那儿试一下，然后就我们在巴西教练那儿试一下我们的劲儿有多大，让耀庆哥去试那个巴西教练，巴西教练勒到巴西教练拍了。巴西人拍了以后，耀庆哥送了他10秒。超级好笑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巴西人翻中国人那种白眼。我们当年一起录节目，那个节目还有薛之谦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薛之谦，薛之谦说有那么难受吗？那天晚上杀青夜，我说薛之谦你试试，送了他8秒。哇，真的，我看到我太奶了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块红烧肉还没到嘴里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有好多这种就是爱运动跟这种有时候这个会武术的，他就禁不住。我跟黄景瑜录像，每次一录竞技性的对抗的，都是感觉不是说好了你跟我玩玩，不是，他就感觉我玩玩你。就你感觉一直他是他的玩具，然后被他折叠在那儿，跟螺丝方块似的。他其实没有恶意，他就是跟你这玩，然后就变成他的玩具了，就是这么点事儿。其实把向佐老师请到节目里来了，就是让他玩玩我们，一起玩开心。其实啊，有些事儿燃点低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人他有激情。这是要啥事儿呢？燃点都低啊，他指定是缺觉闹脾气。轮，咱俩比划一下。哟，到我了。哎，要想睡得香，来张喜临门床垫啊，咱往床上这么一躺，就这么一躺，哎，深度睡眠不缺觉，哎，敲锣打鼓闹不着，一觉醒来精神好，包袱准能个个妙。有了喜临门，美梦乐陶陶，喜气伴逍遥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得给我们孟鹤堂一个这个，这太燃了，谢谢，这得给您啊！哎呦，感谢，讲的特有激情啊，了不起啊！来，谢谢迪哥。鹤堂，保护好自己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没啥事别去香港玩啊，最近。我觉得最后这一趴烧饼也帮了很多的忙，快给我帮烧饼拿一个，对，烧饼拿一个，来，那我带你送过去了。好了，带我来，我脚实在不方便了。好嘞。哎，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这边能赢啊！今天这边德云社，然后每个都非常精彩，然后刀枪剑戟都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真的应该给那个德云社厂牌投票，尤其是给孟鹤堂投票。危险！孟鹤堂现在不投来不及了，因为以后啊，他不定下回还在不在呢哈。因为他可能会躲一阵子啊，咱们说。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火星厂牌哈，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，像李川今天就完全释放了自我呀，哇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来一样。没错，是的，厉害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那先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投票器了，好不好？要到了我们最紧张的投票环节了，今天到底谁哪个队伍哪个厂牌可以胜出呢？那就现在开始投票吧，各位。在场的所有的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、最好笑。你在干什么？莫名其妙，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不要欺负我，今天腿坏了，要不然你死定了。好的，而厂牌的得分呢，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了。记住哦，只能投给一位特工，请大家慎重的选择。投票通道关闭。来，又是我们3个的荣耀时刻，看看紧张的时刻到了，看一看。看一看。哇！又偷看！哇，你还偷看？看何老师的手卡就算，还看我们的，什么都看。那咱们还是这样呗，个位数。德云社是6，
火星厂牌是4，百位数肯定是1了，都是1，就看这个10位数了。那么最后我们公布的10位数，火星厂牌是2，德云社是6，恭喜德云社获胜！哎，恭喜德云社厂牌！哎，不常见呢。哎嘿嘿嘿，全靠你评委这个。火星有句俗话，快乐牛牛产好奶，代代特工都精彩。希望我们都能在火星的舞台上收获成长。让我们有请美素佳儿品牌大使木木为我们呈上最牛厂牌勋章。选择美素佳儿，让每一位地球宝宝都能喝上高乳脂、高蛋白的好奶。来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副局长薛之谦为我们的德云社长牌颁发勋章。哇！朋友们，3、2、1，展示！其实今天真的没有想过会赢，因为太难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大家都是卖了命的在表现，特别是堂主孟鹤堂，所以我觉得特别要感激你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录一个节目居然付出生命。再见。连命都搭上了。本来他已经逃掉了，他现在彻底搭进去了。我觉得你在火星算了，你别回地球了，真的。孟堂，咱们多说一句是一句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也不多了，来，我就把向佐老师追到火星了。会的。我们能赢主要感谢向佐。其实呢，这次能赢呢也比较出乎意料啊，这个。是上一次来录火星是第3季嘛？对，第3季。时隔3、4年嘛，又来录到火星。其实大家伙在一块玩还是很开心的，也见证了这个大家伙的这个成长。既然德云社厂牌赢了，那么希望火星的特工们兑现刚才说的承诺。哎，叫小帆，咋叫？有没有老师们专门为我们教学一下啊？我们先来一个原版的好不好？来原版。一块儿啊，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。叫小帆。好嘞，但是调应该是在那个叫小帆，应该在这个调。来吧！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喜心间。站立宫门，哇哦！然后是哪个音儿？叫小帆，可以哟！可以，皇子厉害，他人家会唱啊。我来，到你了，没问题。麻花音乐剧演员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宫喜心间。河北梆子版，方言版的。站立宫门。大把请强，叫小帆。哎 ，no smoking。这是咸菜吃多了，齁着了。下一个咱们来情侣对唱，这个好不好？你们俩对唱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宫喜心间。站立宫门叫小帆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叫呀叫。什么鬼？来吧，你们俩一起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来吧，李总来吧。什么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什么？一见公之到领，你们就唱叫小帆就好了。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。叫小帆。这也可以啊！来，一起死！
好浪漫，我也想死。你个死恋爱脑！发现突然间在你面前，小帆成了一个小坏蛋。再次恭喜本季呢获胜的德云社厂牌哟！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，同学们，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。上一集我们德云社大获全胜之后，这回又要来挑战了。我是德云厂牌的烧饼孟鹤堂，2个强，某度。上次没赢，这次咱们使劲儿啊！你也换一个赛道来说，我也换一个赛道了啊！这边还输，你说明都是你的问题，好吗？啊，好嘞，加油！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漫内核。记得我有一次就跟孟晨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好浪漫啊！哇，好浪漫！孟晨跟我说你知道吗？我的爸爸谁都不喜欢，就喜欢你啊！爸爸，不是爸爸，他当你爸，老孟。哎呦啊！你吓死！给严老师吓得心脏都捂右边了，都已经。啊，是啊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他是当代的浪漫主义诗人。谁啊？又赢了，德云社也太好赢了。我生出来就挺胖的，我生下来有11斤8两。我生出来是6斤2两，我6斤6两，我8斤4两。怎么的？这要比吗？好莫名其妙的胜负欲。我浮力特别大，我现在都游泳，别人问我能游多远，我主要看风多大。我给你讲讲我在医院受到最惊吓的故事。哦，哇！走廊黑漆漆的尽头有一个人，好吓人。就在我的耳边或者头上，有一个声音。咱们这个点儿聊这个话题是好的事儿吗？真是好烦啊！回去怎么睡觉啊？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，参与话题互动 ，get 更多精彩内容。被你发现天文来物，盼你船长在个雨天全副武装，冲破火星，今晚就要来接你。feel 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，调好腰间对讲，舞台灯光透过背场，看清局长手中的锤，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，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。喂，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，嘿嘿嘿嘿嘿，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，送，发现烦恼就被佩戴送，冲，火星特工气氛被带动。问的兄弟，背后被发现各自的对指点，冲向索马里，带着小嘴鱼，发现一场新冒险。每个发现像是盲盒，不能气势磅礴，烦恼随着长扬起散发着光。的汤香鱼也挺往面谈语气，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，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，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，我发现。手中握着锤子啊，阳底早更随喜啊。哎呦 Mars，What's up？It's season 7，动到声音要够啊！翻过了高山，也越过了沟壑，总会有收获。尴尬了搜我，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，要保持住幽默，把生活给兜了。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，如果你懂我，快抓紧就做。你想要的快乐，来火星搜索。
火星归来，状态拉满，特工集结，厂牌大战 ，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。好多录完火星的人出去录别的节目，发现妈呀，真好录。我只能说，咬得很紧，整个场面非常的焦灼。买白鹿送洋碟，我那是送的。我们录火星情报局的时候，这个枪也拿在手上，谁的提案垮掉以后，就对着他，哎，还有啥愿望呢？这么说来，唯一的愿望吧，可能。我现在已经学会这样比心了。太好看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这样。我不是去浪姐，希望能够一时觉醒的，我是希望去吸粉的，吸了一点，不多。我可以推荐，哎，我觉得他是人来疯，他就是个疯子。